花开花落自有时，缘去缘来总有因。大家好，欢迎收听翠花的秘密。我怀的是双胎，孕期营养太好，肚子膨胀得像充了气的球。7个月去做产检，排队的人还以为我快临产了，非要给我让位。我笑着解释，我这是双胎。周围的人都纷纷露出羡慕的神情。要给我让位的准妈妈忍不住感慨：双胞胎好啊，一次性把罪受完，也不用再来一遭了。接着她又问：是男孩还是女孩？我摇摇头，做 B 超的医生不会透露胎儿性别。这人自言自语：要是龙凤胎就好了，女儿双全就真是好福气了。婆婆站在旁边没说话，脸色绷得紧紧的。等那人去做检查了，她才悄悄凑到我耳朵边：蓝丫头，咱家有个亲戚在县城的医院，可以问性别。妈，男孩女孩都是我的孩子，提前知道也没意思。婆婆默了默没作声，我以为她是赞同我的话，便也没放在心上。很快轮到我，医生说宫内羊水不够，必须马上剖腹产。我听到婆婆给周凯打电话：儿啊，我听说剖腹产伤身体，对孩子也不好。我还以为婆婆担心我，忙安慰她，主刀医生都是经验丰富的医生，不会有问题的。周凯很快请了假赶来医院，帮我办了住院手术。被推进手术室前一刻，他抓着我的手，满脸深情：老婆，别怕，我在外面陪你。打了麻药，我感觉不到疼，但能感觉到肚子被划开。医生从里面掏出孩子，第一个男孩，哭得特别响亮。医生给我看第二个孩子的时候，嘀咕了一句：这孩子怎么不哭？是个女孩。被那个产妇说中了，儿女双全。我还没来得及高兴，就听到医生说，这孩子肺泡发育不全，必须马上住保温箱。彼时我初为人母，并不知道住保温箱意味着什么，只知道双胞胎妹妹的情况不容乐观。我更不知道住保温箱一事会给我的生活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。1周后，我出院了，闺女却还要留院观察。我沉浸在悲伤自责当中，根本没注意到婆婆已经扛着她的包袱正式入住我家。早上，周凯跟我一样睡到自然醒，我踹了他一脚：你今天不上班吗？休产假。周凯嘟哝着，翻了个身，摸出手机玩了起来。醒了就去做早餐。我又踹离开他一脚，谁知他只是往外侧躲了躲，根本没有起床的意思。妈在弄呢。不一会儿，我就听到婆婆在外头喊我俩：儿子，蓝丫头，起来吃早餐了。我望着餐桌上琳琅满目的食物，压下心头那一丝异样，笑着说了句：妈辛苦了。吃完早餐，婆婆收拾完碗筷，就一头冲进我们的卧房。我赶紧拦住她：妈，你要拿什么？我帮你。婆婆搓搓手：那你把小凯换的衣服拿出来。周凯的衣服不是都放洗衣机了吗？只有一条内裤，我让他手搓，他一般就放厕所脏衣篓，累积个2、3天在一起洗。婆婆是怎么知道的？我回头往身后瞅了一眼，周凯捧着手机窝在沙发上，正玩得起劲，根本没注意到我和婆婆之间的激锋。赶巧，儿子小雨点突然哭了起来，周凯还搁那儿乐着呢。我这心里的火顿时就蹭蹭蹭往上冒。周凯，你儿子在哭，你听不到吗？周凯终于舍得把他的宝贝手机放一放了。他刚走到婴儿床边，准备把娃抱起来，我婆婆一把抢过去：我来，你毛手毛脚的，伤着孩子就不好了。乖孙儿，是饿了吗？说着就不管不顾往我手里一塞：蓝丫头，孩子饿了，你给喂喂。妈，我吃早餐之前刚喂过小雨点，他估计是尿了。我又喊周凯：
你拿个尿不湿过来。好家伙，他又捧上了手机，直挺挺路过放尿不湿的架子，转悠了一圈，眼睛根本没离开过屏幕，就扯着嗓子喊：老婆，尿不湿在哪儿？尿不湿在喊你！我他妈真想骂人了。换尿不湿的时候，婆婆又想过来插手，我赶紧把她推出房间。妈，洗衣机里的衣服好像洗好了，那我去晾上。关上房门，没了婆婆在，周凯认真细致地给小雨点擦洗了屁屁，又给她换上干净的尿不湿。眼看着她忙完这一切，我才开口：周凯，你怎么回事呢？婆婆在这里，你啥也不干了。原先做早餐、晾衣服这些活都是她来做的，这不是有妈在，反正她也闲不住。周凯抱着我笑嘻嘻地解释。我拍着他的脸，将他扇开，去把厕所的内衣内裤给洗了。遵命，老婆大人。周凯洗完内裤后，就去医院给闺女小云朵送奶。家里只剩下我和婆婆，眼瞅着玩吃饱喝足，在呼呼大睡。我窝在沙发想看会儿电视，婆婆一会儿扫地，一会儿拖地，在我面前晃来晃去。妈，地板挺干净的，要不您歇会儿？您本来就有高血压，可不能太操劳了，是不是妈？挡着你看电视了。我很快的，婆婆的话反而让我不好意思再说什么。我忍着面前人影晃动，好不容易看完一集，就把电话关了，准备去房间眯一会儿。刚躺下，婆婆也跟着进来了。妈，有什么事儿吗？我看看大孙子尿尿了没有。妈，他尿了自己会哭的，现在在睡觉呢，您别吵着他。你什么意思？婆婆脸色一下就变了。这是我大孙子，我还能对他不好？小雨点闭着眼睛打了个呵欠，嘴里吐出一个泡泡。婆婆立马又笑了。看到没，小家伙醒了，在跟我玩呢。说着，她伸手就要抱孩子。妈，孩子还在睡觉，就算醒了，只要他没哭没闹，就让他自己玩一会儿，不要老是抱在手里。我抱一下自己大孙子，怎么了？我觉得有点崩溃。以前没跟婆婆一起住，还真不知道她这人这么固执，一点劝都听不进去。不出所料，被打扰了美梦，都小雨点不开心地撇着嘴哭了。这下婆婆利索地将娃抱在手里，边晃边哄。奶的乖宝宝，别哭，乖乖。妈，不能这么晃，刚出生的婴儿头还是软的，晃的力度太大，容易伤到脑子，大约是怕伤到孙子。婆婆总算听进去了，嘴上还不饶人。我们乡下人带孩子可没这么娇贵，阿凯不也健健康康长这么大了？以前是以前，现在是现在，能一样吗？周凯给我打电话，说他已经到了医院，奶也交给医生了，医生只让他探视一小会，我让他拍几张照片给我。周凯说：不行啊，老婆，医生不让拍照，你等会可以在外面拍几张。看着周凯发过来的照片，小云朵小小一只，没有穿衣服，包着一个尿不湿，孤零零地躺在保温箱里。再对比一哭就被奶奶抱在怀里哄着的小雨点，我眼泪唰的一下就冒出来。老公，我们什么时候能接小云朵回家？医生说她现在情况稳定了许多，但还达不到出院的标准，为了安全起见，建议多住院一段时间。这时，婆婆忽然把小雨点往我怀里一塞，直接把手机抢走。小凯呀，你老实告诉妈妈，小云朵还要住多久的院？婆婆边说话边往阳台走去。我本来没多想，可她关阳台推拉门的时候，还看了我一眼，像在确认着什么。我忍不住悄悄走过去，听起了墙角，婆婆的声音压得很低。我隐约听到她在问住院一天要花多少钱，实在不行咱就不住了。这怎么行？我猛地推开玻璃门，婆婆的声音清晰入耳，
要是钱不够，跟妈说，妈这里还有点私房钱，是我听错了。又过了1周，小云朵终于回家了，周凯的产假也休完了，家里只剩婆婆和我。之前勤快不已的婆婆，忽然转头吩咐我做这做那，给自己倒杯水都在那里哎呦半天，直呼她腰疼，不能站着。我还没说什么呢，她就直接摔门进了自己房间。不知道是不是一出生就离开我身边的缘故，小云朵特别难带，总是睡不踏实，一丁点动静就大哭不止。周凯以晚上睡不好，白天没法专心工作为由，提出了分房睡。婆婆倒是提出晚上跟我睡一起，好照顾孩子，被我拒绝了。最后婆婆提议让我带着小雨点睡，她带着小云朵睡，这样小凯也不用分房了。蓝丫头你还在月子里，晚上一定要休息好，小云朵就让我来带，我年纪大了，觉少。这一刻我觉得婆婆对我还挺好的。半夜我睡被孩子的哭声吵醒的，我以为是小雨点饿了，迷迷糊糊往她嘴里塞，却怎么也塞不进去，小家伙还把头转到另一边去。我突然惊醒过来，哭的是小云朵。我踹了周凯一脚，你去瞅瞅咋回事，闺女咋哭这么伤心，那不是有妈带着吗？别闹，我困死了。周凯裹着被子翻个身，继续鼾声如雷。我嘀咕了一下，可脑子实在昏沉，我决定相信婆婆，闭上眼很快就睡过去了。第二天，婆婆把小云朵抱出来，小家伙睡得很沉，一点也没被惊醒。我问婆婆，昨晚怎么没抱小云朵过来喝奶，怕吵着你休息。我给她泡了奶粉，小家伙可能吃了，足足喝了120毫升才消停。120，还未满月的孩子能喝这么多吗？妈，不是说了，最多泡3勺。婆婆笑眯眯的，你不懂，孩子能吃是福，像他先天就弱，更要多吃，倒成了我的不是了。我张了张嘴，啥也没说。我打定主意，今天晚上无论如何，我也要亲自带小云朵睡觉。谁料到了晚上，婆婆态度非常好，3勺就3勺，妈记住了，绝不多放。最近几天的晚上，小云朵似乎不怎么哭闹了。周凯一个劲儿夸婆婆，还是妈有办法，看小云朵现在多乖呀。我却觉得有点不对劲，小云朵白天总是在睡，看起来无精打采的。婆婆却说月子里的小孩是这样的，吃了睡，睡了吃。可是跟她同一天出生的小雨点已经会跟我互动了，喊她的名字也会有反应。更重要的是，2个小孩摆在一起躺着，小雨点的脸比小云朵大了1圈不止。我扭过头问婆婆，妈，小云朵大小便都还正常吗？婆婆不耐烦地摆摆手，都正常的，难道是我多心了？满月那天带2个娃去社区医院做体检，小雨点先上，医生说一切正常。轮到小云朵时，医生忽然皱了眉，一脸纠结。医生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宝宝有什么问题？养了1个月，还只有6斤，体重严重不达标，妈妈一定要加强喂养。我脸红了红，更多的是内疚。小云朵太闹腾了，一听到她嚎，我就觉得脑门疼，下意识就有点抗拒。等会儿，这孩子有点不对劲。医生拿着小玩具在小云朵面前晃了晃，小雨点伸着手想去抓，而小云朵目光呆滞地看着，毫无反应。我的心不由揪了起来，难道早产对小云朵的脑子也有影响？建议你去3甲医院做一个全套的检查。医生，孩子到底什么情况？您给我透个底，好过我胡乱猜测。看着像是脑部发育迟缓，不过具体的还得以检查结果为准。我感觉天都塌了，
浑浑噩噩地从社区医院出来，连方向都走反了。是婆婆把我拽过来，别瞎想，小云朵能吃能睡，好着呢。我却没婆婆那么乐观，万一医生说的是真的。想了想，我还是决定听从医生的建议，早发现早治疗，说不定还能挽救。妈，你先带小雨点回家，我带小云朵去医院做检查。蓝丫头，我看小云朵挺好的，一定是那医生忽悠人，就想让我们多花钱。婆婆并不同意我带小云朵去医院，紧紧抱着孩子不松手。你这还没满42天，少在外头吹风。再说了，医院里到处是细菌病毒的，你和孩子都弱得很。我犹豫了，她说的很有道理，话里话外都是为我和孩子考虑。于是我妥协了，准备满42天后再带孩子去医院。如果时光能倒流回这一天，我一定会狠狠扇自己一耳光。就是因为我的不坚持，才会害了小云朵。晚上，周凯回来了，我把体检时医生说的话跟他讲了一遍，谁知道他反而哈哈大笑起来。我小时候也这样，反应迟钝，每次都比别的小朋友慢一拍，他们都骂我笨蛋笨猪。后来我还不是考上了985，而那些嘲笑我的，反而只考了个大专。你放心好了，闺女肯定是像我，开窍晚。真的是这样吗？我将信将疑，心底的担忧确实淡化不少。到了1个半月的时候，小雨点已经会发出一些奇怪的单音节了，白天也不再只是睡觉了，会挥舞着小手，要求抱着她到处转悠。反观小云朵，仍是吃了睡，睡了吃，跟哥哥的差距越来越大。这天周末，趁着婆婆出去买菜了，我把小雨点交给周凯。你看下孩子，我出去一趟。我带着小云朵去了人民医院，医生看到她的联网病历，把我一顿骂：你是怎么做家长的？早产儿住保温箱是非常有必要的，你这情况刚好一点就闹着出院，隔了这么久才来医院，太迟了。我呆了呆，什么意思？本来出院之前情况在好转，现在你们是不是带孩子时太暴力了？脑部损伤情况比较严重，医生对照 CT 看得仔细，2道眉毛不自觉地蹙成一团。没有啊，我抱孩子都很温柔。说到一半，我忽然想到婆婆，不由闭上了嘴巴。难不成小云朵晚上不再哭闹，是因为婆婆抱着孩子使命摇晃？不可能，小云朵是她的亲孙女，她怎么下得了手？我不信婆婆会如此狠毒，可又没法解释小云朵为何会有如此严重的脑损伤。医生还在喋喋不休，脑损伤并无有效救治方法，而且她这个情况严重，很有可能瘫痪。拿到确诊报告，我感觉天都塌了。我的小云朵这么小一只，以后却只能做个傻子。我眼泪水哗哗往下流，心里对婆婆的怀疑越来越深。我甚至怀疑周凯，他是不是也参与其中？当初小云朵的出院手续就是他办理的。我抱着小云朵在楼下坐了很久，刺骨的北风刮得我头皮发麻。她安安静静躺在我怀里，跟我一样面无表情。回到家，婆婆在厨房忙活，周凯一手搂着娃，一手握着手机，娃儿也像他一样，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。我心头蓦地生出股无名之火，手里的装奶瓶尿不湿的袋子被我重重砸在地上。周凯忙锁了手机，迎过来：“老婆，你回来了，你去哪里了？打你电话也不接。”我没理他，抱着孩子直接去了房间。周凯一脸莫名其妙，但还是跟了过来。我有什么做得不好的地方？你直说，生气会回奶的。我们小雨点和小云朵都等着妈妈喂养呢，你们说是不是呀？周凯捏了捏小雨点的小脸蛋，惹得他咯咯咯
直笑。他又逗了逗小云朵，可后者只是瑟缩了一下，眼睛连聚集都没有。明明小云朵跟小雨点一样大，他却不会笑。我没忍住，眼泪又冒了出来。周凯一下子急了：“老婆，到底发生什么事了？”我默默从包里拿出报告单递给他。我看到周凯的手一直在颤抖。脑损伤？怎么会这样？他悲伤震惊的表情不似作假。我这才问起他小云朵出院的事情。妈说你在家很想念小云朵，天天以泪洗面，怕你回奶。再加上医生也说小云朵情况稳定下来了。我越听越不对劲，明明医生跟我说的不是这样。我忽然问：“是你给小云朵办的出院手续吗？”周凯卡了一下，心虚地说：“老婆，你别生气。那天有个同学来咱们城市出差，我就请他吃饭了。是妈给小云朵办的出院。我还有什么不明白的？就是我婆婆搞的鬼，今天必须让你妈搬走。”周凯一脸为难：“老婆，你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根本忙不过来，有妈帮忙，你要轻松很多。这样的恶毒婆婆，我可不敢让她继续照顾孩子。”周凯根本不相信婆婆会对小云朵下毒手。你连孩子的亲奶奶都信不过，请的阿姨难道就会对孩子好？对，跟她是说不通了。我生了一肚子的闷气。周凯更是抱着枕头去了小房间。我不敢让婆婆接触孩子，夜里独自带着2个孩子，这个闹腾。另一个很快被惊醒，我手忙脚乱，好不容易哄好2个孩子，屋外传来窸窣的声音，我没了睡意，索性爬起来，准备一探究竟。我看到婆婆在阳台烧着什么，我冲过去打开灯，不锈钢盆里还残留着未烧完的半个娃娃，上面还有小云朵的生日。你在做什么？我尖锐的叫声很快将周凯引来，他瞄了一眼我手上冒着烟的娃娃，打着呵欠说：“兰兰，你别大惊小怪，妈试着给小云朵招魂呢，这明显就是巫毒娃娃，是诅咒。”他竟然还真信他妈那一套。我顿时暴跳如雷：“招你妈的魂！你给我滚！你俩都给我滚！大半夜的，你发什么疯？”周凯懒得理我，转身进了小房间。婆婆望着我，冷冷一笑：“蓝丫头，我也是迫不得已。一个傻子加瘫痪，会拖累我大孙子的。”终于，老狐狸露出了他的真面目：“你才是傻子！小云朵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你心里没点逼数吗？”怒火中烧的我想抓着他打一顿解气，没想到这老婆子看着瘦瘦弱弱的，力气还不小，我还没上手就被她死死钳住手臂。小凯要是看到你打我，你说他是会帮你，还是会站我这边？婆婆的绿茶发言令我震惊无比。我回想从前，真是被她骗得团团转，竟是一次也没有怀疑过她。婆婆赖着不肯走，白天周凯去上班了，只剩我跟她大眼瞪小眼。我看到她就恨不得弄死她。正好闺蜜方倩约我就带着2个孩子出门了。我跟方倩吐槽婆婆的所作所为时，浑身还在颤抖。她捂着嘴，满脸不可置信：“不是吧？你婆婆以前不是挺好的吗？怎么会如此狠毒？简直太离谱了！”只能说知人知面不知心。我紧紧捏着拳头，指甲几乎嵌进肉里。“倩倩，我要为小云朵报仇。”她吓了一跳：“兰兰，你可别做傻事！你婆婆这种行为，畜生不如，为了一禽兽，搭上自己后半辈子，不值得。再说了，你还有2孩子呢。对，我还有小雨点，我不能有事，必须得想个万全之策。”我在网上购买了许多针孔摄像头，悄悄装在家里的每一个角落。有一天，我在上厕所，小云朵忽然大哭起来，我连屎都不敢拉了。
赶紧提着裤子跑出来，却没看到小云朵，哭声从婆婆的房间传出来，房间门却紧闭着。我扭了一下门把手，发现反锁了。小云朵怎么了？你快把它还给我。没事，孩子就是拉臭臭了，我给他换个尿不湿就好。我焦灼地点开手机，房间里的景象让我大惊失色。只见婆婆用手捂住小云朵的脸，可怜的小家伙哭声越来越微弱。我疯狂砸门，婆婆感觉差不多了，才不紧不慢打开门。我一把抱过孩子，死死瞪着婆婆，她却毫无察觉般，还笑了笑。你看她，这不是乖乖的吗？她简直就是个恶魔。我报了警。警察赶来之后，婆婆说她只是在陪小云朵玩，手放她脸上根本没用力，再加上小云朵并未受伤，这件事就被警察定性为家庭矛盾，婆媳不和。警察走后，婆婆洋洋得意地冲我笑，多大点事就闹到报警，也不嫌丢人。那一刻，我真想去厨房拿菜刀把她大卸八块。只有杀了他，我的小云朵才能安安稳稳地长大。念头一旦起了，就再也压不下去。过马路的时候，我就想把他推到车辆疾驰的道路中央，看他用湿抹布擦插座的时候，我就盼着突然冒出电火花将他电死。哪怕他烧个开水，我都希望他会出意外。只可惜，死神来了的剧情不会发生在现实中。我甚至动过念头，想把他备的降压药换成毒药。我冰箱门都拉开了，婆婆忽然走过来：“蓝丫头，你别嫌妈啰嗦，你现在还在哺乳期，可不能吃冷的冰的。”我忍无可忍，反手给了她一巴掌：“你给我适可而止！小云朵要是出了什么事，我拼了命也要弄死你！”婆婆却痴痴地笑起来，像个神经病。婆婆给我的感觉越来越危险了，可恨周凯还在跟我冷战。我想跟他说说这个情况，都找不到机会。我只能一边防备他，一边想办法怎么反击。但凡他让我做饭的时候，我就故意把菜做得高糖高盐，一时半会弄不死他没关系，能让他难受也行。一个人孤军奋战，到底精力有限。有天午睡醒来，发现床上只有小雨点，而婆婆和小云朵都不见了踪影。我心头一惊，赶忙带着小雨点出门。我在小区的喷泉广场看到婆婆在跟人聊天，她时不时逗弄怀里的孩子，一副慈爱奶奶的模样，简直令人作呕。我走过去想把孩子抢过来，就听到别人问：“天气这么冷，怎么不给孩子多穿点？”婆婆就说：“这是个傻子，根本就不怕冷，是不是呀，小云朵？”小云朵毫无知觉地抓着她的食指往嘴巴里塞。我真是受够了，一直以来压在我心头的怒火和恐惧，在这一瞬间全部爆发。我抢过小云朵放在推车里，抓着婆婆的脸就是左右开弓。什么长辈，什么伦理，什么道德，都见鬼去吧！这就是个老巫婆，她重男轻女，把我的小云朵害成这个鬼样子，她还有脸到处宣扬，不弄死她，我都枉为人母。寒冬腊月里，婆婆被我推进喷泉的事很快传遍整个小区，人人感慨我是个厉害儿媳妇，都隐约有点怕我。周凯知道这事儿之后，请假赶回来，我抢在他发火之前开口：“你回来的正好，小雨点交给你了。你去哪儿？小云朵发烧了，我带她去趟医院。至于她为什么这样，你可以问问你亲妈。”周凯愣了愣，艰难地朝他妈妈开口：“妈，究竟怎么回事？”我看到我婆婆无措地搓着手，我就是想带孩子出去透透气，我没想着会这样。我重重把门关上，心中恶毒地想着，掉进喷泉池，怎么没把他给淹死？
好在医生说小云朵情况不严重，可以回家观察。周凯在家里做饭，他说：“兰兰，我妈也感冒了，你别跟她一般计较。”全程没问小云朵如何了。我冷笑着钻进房间，打开手机监控了，看到婆婆躺在床上，不停地发抖，口中还在念念有词：“地藏菩萨，大罗神仙，快收了小云朵那个孽障。”信女愿吃斋念佛。我忽然计上心来，她不是信这些鬼神吗？那就让她最信任的鬼神收了她。我找出以前买的蓝牙音响，小小一只，我把它充好电，然后塞进床头的抱枕里，反复试了几次，确认不会被发现。到了半夜，我起来奶孩子，监控里周凯和婆婆都睡得很香。我打开手机，连上婆婆房间的蓝牙音箱，并点开我偷偷录制的恐怖音频。睡得正香的婆婆忽然被惊醒，她睁着眼睛，惊恐地四处张望。我立刻把音频暂停。我看到她打开灯，起床到处找了一圈，没看到什么异常，又躺下了。刚熄灯，那索命的诡异声音又冒出来。她猛地从床上弹起来，那声音又消失了。我望着她惊恐不定的样子，悄悄勾唇，这还只是个开始呢。第二天，婆婆顶着黑眼圈给周凯做早餐。妈，今天的面有点咸，你这是怎么回事？没精打采的。我若无其事地给自己倒了杯水。婆婆无精打采地说：“有点失眠，不是什么大问题。”婆婆并未说出晚上听到的诡异声音，这样正好，省得周凯介入其中，会影响我的计划。这样连续几天后，婆婆的精神越来越差。周凯建议她去医院开点药，晚上总睡不好，也不是个事儿。我默默听着，把恐怖音频又升级了一下。等婆婆开了安眠药回来，我给偷偷换成了维生素药片，反正吃不死。她想睡个好觉，做梦。马上要过年了，天气越来越冷，今天难得天晴。我搞完家里卫生之后，就带着2个孩子出门转转。上次跟婆婆在喷泉池一战成名，小区里认识我的人很多，也不知道我婆婆后来如何编排我的。我在小区里直接成了恶儿媳的代表，走到哪里都免不了被人指指点点。我把心一横，直接冲那几个窃窃私语的老太婆走过去。我把俩小孩录给他们看，不是我凶我厉害，非要跟婆婆打架，实在她做的不是人事儿。这俩小孩明明是双胞胎，同一天出生的，哥哥都12斤了，妹妹还不到8斤，这都拜我婆婆所赐。她重男轻女，几次想弄死我闺女，还好我发现的早。饶是如此，小云朵都脑损伤，也无法逆转了。啊，这些八卦的老太婆们，一个个张大了嘴，似是没想到我婆婆看着老老实实，竟然歹毒至此，这怎么下得了手？这可是她亲孙女，他们转瞬就从同情我婆婆变成同情我和我闺女了。我婆婆好像脑子有点不清醒，整天神神叨叨的。你说的是真的？有人迟疑，也有人恍然。难怪我说她最近总是心神恍惚，喊她也不答应，原来是脑子有毛病。我真怕有一天她会伤害到别人。我捂着脸哭得很无助。老太婆们一听说我婆婆精神不正常，有可能伤害别人，顿时连安慰我的手都收了回去，生怕沾染上了。指缝下的嘴角微微上扬，她不是喜欢颠倒黑白吗？那我也让她尝尝这滋味。不一会儿，我婆婆追出来，她伸着手想抱孩子，被我避开。她讪讪地冲我笑，又想装作很委屈的样子。原本在跟我聊天的几个老太婆，纷纷找借口起身，很快就只剩了我和婆婆一个人。婆婆顿时凶相毕露：“你跟他们都说了什么？
阿姨们都在跟我说要尊重长辈，但如果这个长辈禽兽不如的话，就不要给他脸了。婆婆的神色变幻莫测，我却是懒得再看一眼，直接回家。我出去欠拖的地板还没干，婆婆不知道想起了什么，急吼吼地往餐厅跑，原来是忘了吃降压药。看着她将药丸倒在掌心，准备放嘴里时，我心里的恶魔苏醒了。她操控着我跑过去，把她手里的药打翻。我的药，我的药！婆婆哆哆嗦嗦地弯腰去捡，大约是血压上来了，她直接摔了个狗啃屎。这一下给她摔懵了，愣了好一会儿才想起来要捡药。我伸脚将药踢开，居高临下地看着她，想要降压药，求我呀！救命！蓝丫头，求求你给我药！婆婆的脸都扭曲了，却不得不向我低头。我岂会轻易放过她？欺负一个什么都不懂的小婴儿时，你可能耐了。我错了，蓝丫头，你救救我！她捂住头，止不住的反胃呕吐，嘴唇也逐渐变得青紫起来。不会是犯病了吧？虽然恨不得弄死她，可真到了这一步，我心里也怕得要命，毕竟是一条人命。我掏出手机，准备拨打120，号码按到一半，我又犹豫了。这个老不死的，难道真的要救他？推车里，小云朵忽然哭了起来，我忙丢开手机，把她抱起来。乖乖，我的小乖乖，你是不是不想救奶奶？小丫头也不知道听懂了没有，一个劲冲我挥舞小手手。我瞥了一眼地上逐渐失去生气的婆婆，心脏在狂跳。我拿起手机，忐忑地拨出120。你好，急救中心吗？我婆婆摔倒了，眼看着婆婆被送进急救室，得到消息匆匆赶来的周凯冲我怒吼：你是怎么搞的？妈摔倒，你怎么会不知道？周新兰，你该不会是故意的吧？这一刻，我的心跳几乎停止，慌乱、无措、害怕，各种各样的情绪包围着我，唯独没有后悔。我猛地给了他一巴掌：周凯，你是瞎吗？我一个人带2个孩子，我还能时时刻刻在他身上装监控呢？路过的护士将我俩分开：2位，这里禁止吵闹喧哗，要吵架去外面。周凯颓然地滑坐在长椅上，我心里却在想，回头得把家里装的针孔摄像头全拆了，还有蓝牙音箱什么的，万一警察上门调查，不能留下一点痕迹。理清头绪之后，我对周凯说：能过，过不了，咱就离婚。周凯双眼通红地望着我，脸上全是茫然。老婆，他拉着我，想说点什么。我淡然地说：倩倩还在家帮我看孩子，我得回去了。婆婆最终抢救失败，派出所上门来调查过她的死亡原因，还是上次那个出警的小年轻。他还记得我，上次是你报警说你婆婆欲对孙女不利，对吧？我尴尬地笑笑，后来都说了，是误会，是我太紧张了。小警察在家里四处看了看，目光停留在餐边柜上摆放的药品，他指着一瓶安眠药问我：这是你的吗？糟了，维生素忘了换回来。我的心脏几乎跳到嗓子眼，是我婆婆的，她最近一直失眠，精神有点恍惚。我听说你婆婆那天是忘了吃降压药，应该是的吧？我斟酌着措辞。我当时带着孩子在房间里，小云朵很爱哭，我也没听到客厅的动静。等我出来，就看到婆婆弓着腰趴在地上，嘴里还有粉色的泡沫痰，完吓坏了，赶紧打了120。我真没想到会这么严重。她似乎相信了我的说辞，认真地记录着，时不时会提几个问题。最后，她合上本子，好了，基本情况我已经了解了，过几天来派出所领取死亡证明，把她送出门。我才惊觉背上早已冷汗淋漓。房间里，
小云朵和小雨点兄妹俩正头挨着头睡得很香。我摸着小云朵肉嘟嘟的脸，小云朵别怕，以后不会有人欺负你了。小云朵撇了撇嘴，小肉手把我拍开，继续睡。我笑了笑，为了孩子，我无所畏惧。下面我们来听第二个故事。老公第一次家暴后，保证再也不喝酒。频繁被打后，我带上孩子离开。我和老公是相亲认识的，他有体面的工作，家境好，学历好，比我强多了。我一直觉得我嫁对了人，直到他的巴掌狠狠地打在了我的脸上。女儿出生后没多久，老公喝醉了，我给他泡蜂蜜水，他嫌太烫，劈手就是一巴掌，那杯蜂蜜水全部泼在了我脸上。酒醒后，他跟我道歉，说是喝多了撒酒疯。然而这只是一个开始。雷雨天，我跟外卖小哥说了声路上注意安全，一转身看见他阴沉的脸，他问我，坐月子你还想着勾引别人，你要不要脸？我还没来得及说话，他抄起地上的酒瓶子就向我砸过来。我逃进电梯，可是那个关门键太慢了，他一伸手，电梯就感应打开了。他冲进来打了我2巴掌，我耳朵嗡嗡作响，一下子摔在地上，被他拽着腿拖出了电梯。电梯模糊的反光里，我看见自己好像一条狗。他酒醒后，我已经收拾好了行李箱，跟他说要离婚。他求我，说自己是喝多了撒酒疯，以后绝对不喝了。他语无伦次地说了很多话，我只听进去了那一句：宝宝还小，他不能没有爸爸。爸妈也知道了这件事，愤怒地打电话质问他。爸爸说，我们把女儿嫁给你，不是来挨打的。他连连保证，说是醉糊涂了，以后不喝了，绝对不会再动我一根指头。林志轩扑通跪在了地上，一个巴掌一个巴掌地打自己的脸。玲玲，求你别，我爸妈丢不起这个人，求你了，我以后绝对不会了，再动你一根手指，你就把我的手剁了，好不好？婆婆知道了这件事，过来把林志轩骂了一通，私底下跟我聊的时候，却又绵里藏着针。玲玲，这件事是志轩不对，你立个威就够了，别不依不饶的。你要是真的离婚了，孩子怎么办呢？他还这么小，不能没有爸爸。见我沉默，他又不动声色地添了把柴。当初志轩跟你谈恋爱的时候呢，我们是不太赞成的，门不当户不对吗？但志轩不肯啊，他说非你不娶。玲玲，你想一想他对你的好，不要揪着这点错不放了，好不好？我低着头，没有说话。玲玲，你出去看一看，哪家的夫妻没有拌过嘴的？他打你是他不对，你要是上纲上线的，那可就是你的不对了。听妈的，原谅他这一次，以后他再敢犯，我替你撑腰。我让步了，我也想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快意恩仇，想离婚就离婚，可是我不能，宝宝还小，离了婚带着他，我一时找不到工作，养活不了他，我不得不给自己洗脑，林志轩会改的，实在不行还有婆婆撑腰。可是我错了，家暴真的只有0次和无数次。他到了升职的关键期，频繁出去应酬，不喝酒的承诺成了一个笑话。我开始频繁的挨打，夜里喂奶开错了灯，我会被打下床，宝宝哭了，他抓过台灯，一把砸在我后背，问我怎么不带着孩子去死。清醒后，他又痛哭流涕。他说他看上去衣食无忧，其实爹不疼，娘不爱，什么都没有，他只有我了。我站起来要走，他扑通一下跪在我脚边，抱着我的腿说：“老婆，我错了。”他的眼泪滴在了我的脚背，是烫的，烫的好像那天他泼在我脸上的蜂蜜水。我分不清到底哪个才是真的他。最无助的时候，我打电话给婆婆，一开始她安慰我，
再后来，他反问：要是离了婚，你一个人怎么养活孩子？你可要想清楚，你已经32岁了，不是18岁的小姑娘了。我死死地握着电话，没有出声。电话那头还在喋喋不休：志轩喜欢儿子，你生了个女儿，他心里当然有气。你只要看着他，别让他喝酒，他就不会这样了。你别把整天离婚挂在嘴边，我听多了都不高兴。何况是他。行了行了，我要打麻将去了，你自己注意点。电话挂断了，我望着电话笑啊笑，笑出了满脸的眼泪。那一瞬间，我想明白了，婆婆的话说得再好听，也全是为了她儿子。这个夜晚，她带着酒气回家，骂骂咧咧，抓起零钱罐就砸向我。你给我妈打电话了是不是？我有没有说过这是我们的家务事？家务事你懂不懂？陶瓷碎了一地，硬币咕噜噜地滚了好远。我抱着宝宝躲进客房，那扇木门被砸得哐哐作响，宝宝吓得嚎啕大哭。我真的以为我会活不到明天。打110的手都是抖的，下一秒，房门被撞开，号码甚至还没拨出去，手机就被一脚踢远。他捡起手机，看了一眼，然后抄起花瓶，狠狠砸我脑门。你长本事了吗？敢报警了？你报啊！你报一次，我打你一次。我被关进去又怎样？出来我就打死你！我头晕眼花，摔在了一地的碎瓷片里。他一只手掐住我脖子，一只手扯我的头发，拳头密密麻麻打在我身上。耳边传来宝宝的大哭声，但他仿佛没听见。我终于明白，我不该对他抱有任何幻想的。那拉扯着我，让我下不了决心逃离的，无非是宝宝不能没有爸爸。可是，宝宝真的需要一个暴力狂爸爸吗？凌晨3点，他睡熟了。我悄悄下床，寂静又快速地收拾了证件和宝宝的东西，抱起宝宝，背着大书包，打开了家门。是的，我连行李箱都不敢拿，我怕行李箱轮子的声音吵醒他。我到哥哥家时，全家人都醒了，爸爸就坐在客厅抽烟，一根接着一根。妈妈一指头戳我脑门：你个死丫头，大半夜的跑出来！我一整宿都没睡好。说着说着，她哭了，后面又挨了多少次打？你怎么一句也不跟我们提呀？我仰起头，泪流满面。我该怎么说？从前我们都看错了人，我们都瞎了眼。哥哥卷起我的袖子，看见那些淤青，愤怒道：我要去打死他！他们的嗓门一个比一个大。宝宝在我怀里哭了起来，我连忙拍拍他的背安抚：乖乖，我们在舅舅家了，舅舅家很安全，乖乖不哭哦。孩子的哭闹声和大人的怒吼声混作一处，嫂子这才从厨房出来：你有家有口的，要打死谁？玲玲，快进来坐，别傻站着。爸爸把烟掐灭，开了口：你之后有什么打算？我说：我要跟他离婚，等宝宝再大一点儿，我就去找工作，不能大富大贵，但养活我们娘俩儿还是没问题的。嫂子抱着宝宝，几次看过来，欲言又止的样子。哥哥没看他，说：玲玲，别的你先别想，你就安心的在我这里住下。那姓林的要是敢来，我打断他的腿。林志轩的确来了，却直接跪在了哥哥家门口。他痛哭流涕：我错了，爸妈，都是我不好，我酒喝多了，我不是人。他先示弱，爸妈反而不好骂他。左邻右舍都探出了头，哥哥只好让他先进来再说。林志轩说：我早想来接玲玲，前2天工作忙耽误了，这几天麻烦哥和嫂子替我照顾他们娘俩儿了。说着，他就上来拉我的手：玲玲，跟我回去吧。他的手一碰到我就想到那天他掐住我脖子时的感觉，下意识地甩开。他皱了皱眉，又很快缓和神色：
玲玲，别闹，跟我回家吧。我说，我不会跟你回家的，我要跟你离婚。林志轩的脸色一僵，随即笑了笑，好好好，我不提这个了。他把门外带着的那些礼品拿进来，爸妈，这是美国买来的保健品，治高血压有一套。爸妈对视了一眼，爸爸淡淡的说，不用，你带回去给你爸妈吃。林志轩说，他们特意叮嘱让我带来给你们吃的，你们就留着吧。他又不好意思地说，2天没见宝宝了，怪想他的，是在里屋睡着吗？我能进去看看吗？他姿态低到这份上，我只好带他进房间。门刚关上，林志轩就变了脸，你要和我离婚？他盯着我，劝你趁早断了这个念头。我不由自主地站立起来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爸我哥可都在外面，你还想打我吗？林志轩笑了，我不会打你，但你要是跟我离婚，我发誓会杀了你全家。仿佛预感到我要做什么，他指着我，你喊一声试试看，你爸你哥顶多打我一顿吧，他们敢杀了我吗？但你要知道，我什么都做得出来。望着我，他意味深长地笑一笑，你想散散心，可以，但不许再提离婚，不然我明天就拿刀过来，一次杀不成，我杀2次，要乖一点，知道吗？他打开门出去了，我后背全是冷汗，慢慢地滑到了地上。林志轩走了，我拖延着不肯回去，经常听见哥哥和嫂子在房间里因为我吵架。长期住在哥哥家也不是办法，为了躲开林志轩，我去了外地。我给好几家招工的单位打过电话，刚开始还聊得好好的，而当得知我是个单亲妈妈，女儿还未满1岁的时候，他们又都婉拒了我。房东大姐劝我，你这种情况带着孩子出来干嘛呢？就该把孩子丢给他们家，跟谁姓叫谁管。我没有告诉他，燕雨的爷爷奶奶自打知道她是个女孩后，头也不回的就出了医院，也没有告诉他，燕雨的爸爸费尽周折的找到我的新手机号，打来的第1个电话是，不回来的话，我迟早会找到你，弄死你。这样的家庭，我怎么能把燕雨送回去？大姐又叹气，那你怎么办呢？总不能去送外卖吧？跟着一个小拖油瓶，谁敢要你啊？我开始打零工，我在小超市找了份工作，工资很低，但可以把燕雨带在身边，从早上7点忙到晚上10点，早出晚归并不是最大的苦，最苦的是我亏欠燕雨太多了。我想，也许人生真有高峰低谷一说，我已经走到了命运的最低点，衰无可衰，于是就迎来了向上走的机遇。燕雨逐渐长到了可以吃辅食的月份，我另外支了一口小锅，给他切各式各样的蔬菜，普通的一个上午，普通的一个熟客，他只是随手拍了一段我切菜煮饭的视频传到了抖音，竟然就莫名其妙的火了，几百万的浏览量，几十万的点赞，评论区里还有人催着喊他出续集。我惊讶，只是做个饭。大姐笑了，是啊，你刀工好，炒菜又利落，现在可多年轻人爱看做饭视频了呢。在她的建议下，我开了抖音账号，也不知道要怎么运营，就拍一拍切菜、做菜。渐渐的，账号的粉丝多了起来，有跟我学做菜的，也有想听我絮叨的，也有什么也不为，就是想来看看我的视频的。后来有人开始问我五香粉、外婆菜的链接，再后来有商家找上门来和我谈合作，我开始有了副业，在直播间卖东西。起初很不熟练，链接会上错，商品特性对不上，退换货的流程也不熟悉。后来我去别人的直播间学习，不直播的时候，我就被商品的特质跟商家来回砍价要优惠。那本硬质笔记本很快的就记了大半本，
和感情不一样，工作这件事真是下了苦功就能得到回报的。那些熬的夜、生的病、流的汗、打包发货割伤的手，化成了一个又一个的订单。直播间里，偶尔也会有老粉丝问，怎么从来没见过孩子的爸爸？我无意卖惨，一笔带过。我们俩感情破裂了，我带着孩子出来了。老粉又问有没有离婚，我如实的回答，没有。他还希望我跟他继续过下去，不肯跟我离。没有说出口的话是，我准备攒点钱跟他起诉离婚。老粉不再追问，我也没放在心上，继续介绍商品。好几个月后，我接到林志轩的电话，许玲，你回来吧，我很想宝宝，也很想你。这些日子我一到家，看到家里空荡荡的，我就恨不得扇自己2巴掌，还在用这套装可怜的把戏。我说，别说这些没用的了，要不是你死活不肯离婚，我们早就没瓜葛了。玲玲，一日夫妻百日恩，你就不能想想我对你的那些好吗？起码钱上面从来没有让你操过心吧？我打断了他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他说，你要是不想回来，可以，燕雨是我们林家的孩子，他必须回家。我答，你做梦，燕雨出生后，你爸妈来看过几次，现在想起来是你们林家的孩子了。晚了。林志轩忽然笑了，许玲，你现在做直播赚到几个钱了？硬气了，敢跟我叫板了是不是？我的眼皮重重一跳，他知道我做抖音直播了，那么他是不是能根据蛛丝马迹找到我住在哪里？他会不会某天夜里尾随我，殴打、辱骂、拿刀捅我？我本不该害怕，但这一刻，这些无稽的猜想疯狂涌入脑海。明明置身熟悉的小超市，我却仿佛又回到了那个狭小的电梯，再一次被他掐住脖子，一巴掌一巴掌地扇下来。我有片刻的喘不上气。见我沉默，他说，你不是想离婚，想要燕雨的抚养权吗？可以，给我20万，燕雨的抚养权归你了。我气笑了。亏我还以为他良心发现，是真心想要燕雨回家，原来是他算准了我舍不得燕雨，故意挖坑给我跳。什么父女情深，亲女儿在他眼里连20万都不值。我咬着牙，终于骂出了声，林志轩，你可真是个人渣。他欣然接受，甚至笑了一笑，这就是人渣了。你可想清楚，现在我们是夫妻，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夫妻共同财产，我只问你要20万，已经很客气了。真要闹上法庭，你的所有收入都要分我一半。原来他的底牌是这个，我忽然松了口气，淡淡道：哦，那你就去告我呀。他厉声说：你别给脸不要脸。我笑了一笑，这句话该我对你说。挂断电话后，我快速浏览了一遍自己发出的所有视频，那些有拍摄到地标、地址的视频，我都隐藏了起来。做完这一切，我又觉得有些悲哀。和林志轩的婚姻给我留下了太多创伤，除了身体上的那些淤青和伤口，还体现在草木皆兵的敏感上。退出抖音，我看向墙上的日历，那里6月29号被画了一个圈，那是我离开林志轩的2年整，也是我要起诉离婚的日子。期间，我找好了律师，在他的指导下，把有利于起诉成功的证据都收集齐了。我有离开林志轩后独居的房屋租赁合同，有林志轩殴打我的电梯监控。这些足以证明夫妻感情已经破裂到不能再破裂的了。燕雨不到3岁，又是我带大的，相比于一个暴力狂爸爸，法院自然更倾向于把监护权留给我。不久后，法院的判决下来了。第1条，准予原告徐某与被告林某离婚。第2条，婚生女林燕雨由原告徐某抚养。
被告林某于本判决生效后每月月底前支付抚养费1200元，至林燕宇年满18周岁时止。第3条，自本判决生效之日起，被告每月探望孩子2次，探望方式为：被告于每月第1、3周的周6、9时至孩子住处将孩子接走，次日14时至原告处将孩子产回。原告负有协助被告探望孩子的义务。第4条规定了财产分割，林志轩不仅得不到20万，还要分我7万。如果他不给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253条规定了，他得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。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，过去终将会过去，但故事已然成故事。您的点赞和订阅就是我更新的动力，期待您给出任何建议，我们下个故事不见不散。